大家好，这里是袁某人。一年中最让人期待的 S15 终于要拉开大幕了，而 S15 的餐前大菜无疑是 IG 和 T1 的入围赛 BO5， 这场肯定得专门聊聊呀。其实呢，比赛的结果我想还是符合大部分人的预期的。别看串子在嗨什么脚踩 faker 一冠超5冠，可当 LPL 的解说都在预测 T1 赢时，就应该知道，实际上大伙对这场比赛还是挺悲观的了。但概率低不代表完全没有机会。对于 IG 来说，最大的利好就是 T1 虽然是一个极度会吸收和进步的队伍，但第一场在加新版本的情况下 ，T1 不会有太夸张的版本理解。其次是全局 BP， 你再牛逼的体系也只能玩一把，这给了弱队偷鸡啃分的机会。这点对于 T1 和 IG 这种有自己核心体系的队伍来说，肯定都不舒服。但 T1 呢属于硬实力更强的一方，虽然都不舒服嘛，但 T1 被影响的更大，所以对于 IG 来说就也可以接受了。但硬实力不足的差距下，你想爆冷就必须得有选手发挥的一些先决条件。首先就是 IG 得爆种，而且必须是中野 Rookie 一定要有好的状态，不管嘎啦怎么燃烧 IG 中野拉那就一定会输，因为 IG 不存在上路打穿或者下路打穿这两个选项的，多兰再差他也不会穿线，尤其是打 The Shy， 而 Gumayusi 和 Carry 就更不用说了。但 Rookie 又确实有了状态，除了第4把塞拉斯稍微可惜一些外，整体可以说和 Faker 算是个你来我往，比他季后赛要好太多了。而威虽然第3把送了波大的，第4把潘森的操作也是一坨，但比起季后赛时15分钟就被养猪，起码也绷住了一些，整体还是在回暖的。而第二先决条件则是 T1 自己也得出问题，就是 IG 你即便自己再爆种发挥，可如果 T1 自己的发挥没有问题，那 IG 还是难，属于我打得好也不够，还得你变得更差才行。可 T1 也真就出了不少低级失误，我就不说 Owner 第2把皇子那个团战发挥了，跟之前打 DK 时的无敌皇子有多判若两人。就说第1把这里摊塔，你要么直接猜塔了走，要么就别回头 Q 嘛。结果他来了个2不沾，包括第3把无敌肥的赵信突然的掉点，给了 IG 有了偷龙拖下去的空间。这种失误其实是不应该有的。就如果是一些不会玩得少的英雄，这样的失误我可以理解，可巨魔皇子这种不应该有这种失误的。所以当这个 BO5 这2点要素都达成时，我是突然感觉 IG 好像有点机会了。IG 甚至他抛硬币也赢了，他能从蓝方开，就给了我一个舞台都打好，打的要来了的感觉。结果跟导播的水平一样吧，拉大了。当机会真的出现时，然后你没把握住，就真的会挺让人懊恼的。当然我是不认可说The Shy 要是第1把不送那一波 IG 就能2比0开局的，因为按这种逻辑，第1把那多兰朗姆的大招这里举到奇亚娜，那这波团战 IG 也爆炸了呀。第3把 Owner 也去不掉点，那都拖不到位 Q 下去排眼的画面，那这一场 IG 到水晶爆炸也都没能推掉 T1 的中1塔，只能说这个BO5都没打满呢。说 IG 是输给自己而不是输给 T1 有点骗自己了。就 IG 为什么前2把前期算是有声有色，是因为丹尼准备的 BP 就是4局内要决定胜负的， IG 是不能和 T1 去拼第5局的，英雄池不可能够，前4局要么我3比1你，要么你带走我。所以前面的比赛 IG 准备的确实挺好，尤其是前2把 IG 的 BP 为什么观感好很多，因为胜的英雄多啊， IG 的阵容就能一定程度的拿主动权，可你 IG 拿我 T1 也能拿。 T1 的角度就说我英雄池深，硬实力更强，所以我在 BP 端肯定不会追求太反常的阵容逻辑，能适当限制嘎啦很好，不能微无所谓，甚至他们会顶着飞机 Nico 出轮子骂牛头，就属于我下路对线完全不虚你，我团战还比你猛了，然后呢也是对自己的运营很自信，但这样肯定也会让 IG 拿的比较舒服，属于你舒服我也能接受的对局。那这个阶段 IG 还是打的有模有样的，包括第2把的女警卡尔玛，第3把的小火龙会 IG 它是有设计在的，所以虽然2边都有失误，但起码比赛内容看着还是比较激烈的，也算精彩。但你真到第4把时 IG 已经把自己擅长的体系都打光了，没牌了，此时差距就一目了然。其实上路已经是怎么选都非常差劲的了，你真要说选纳尔鳄鱼面对 T1 这个关灯放羊，你说团战会比维鲁斯好多少吗？其实在 Faker 还没选前，我只能说选啥都一般，但这些也不是出上了维鲁斯的理由。我觉得 IG 肯定训练赛练过，这应该是适配大男人打坦克上路的一个体系，但本质和去年69那个 AD 凯南一样，就属于拎不清自己定位了。在我看来呢，他和 AD 凯南都属于你不该花时间练的类型。这现在缺的是这种歪门邪道吗？不是呀，是容错更高的战士啊。但凡The Shy选个武器以抢代办下多兰的英雄池，我都觉得可以了。你还在整长手，甚至如果你说你是第5把红色方，这上单维鲁斯我也绝对夸你一句啊，敢亮剑尽兴。但第4把回家局且梦魇奥恩艾希这种强台都在的情况下，且 Faker 还有个 counter 位，说真的选了就等于放弃抵抗呀。从这里也看得出整个 BO5 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认知和定位。在我看来，一个 BO5 里一定会有人状态好，有人状态差，全员拉满0失误的局是很少的，尤其还是全局 BP。但他
躺赢其实也是一种本事，它是选手本人纪律性的另一种显性表现，就像威第3把那个位 Q 下去一样，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你做事儿的，在你本身这把不是大哥的情况下，你少做事儿就等于做事儿。在这一点上 T1 是没人干这种我可以躺但我不躺的行为的，而相反 IG 这边干的人就太多了。当你队友状态本身就很好时，你兼容队友也是应该的呀。而两边上单都会给机会的情况下，多兰对于自我认知的清晰程度是远比德赛要高的。我甚至都怀疑啊，多兰第一把的被单杀是他故意假死，诱骗德赛上头的顶级智斗了，给你一个无关痛痒的人头，让你觉得我是傻逼，然后德赛就开始入魔了。之前也聊过德赛他有个缺点嘛，那就是兼容性很差，而此时呢，他自我定位又不清晰的话，就会出现很多拖累队友甚至绑架队友的情况。我举个例子，第一把挖掘机，他如果走前面肯定要吃巨魔的吸嘛，团战活不下来。但这把瑞兹已经很肥了，飞机也2件，奇亚娜发育也很好。但你看德赛、厄塔汉的团战，挖掘机是没有选择站正面，而是选择侧翼骚扰找后排。但问题是没必要啊，这里 IG 中野优势很大的，他站在这里吃个巨魔大招，然后被牛头2连，以 T1 中期双 C 那个发育，他也不会暴毙的，反而呢会给奇亚娜和飞机一个收割的环节。但正因为他不在，所以 T1 这里拱上来，威一点办法没有。如果挖掘机很肥，这样打是无可厚非的。但这把德赛他发育又很差，就是一个躺赢的靶子，那他就该卖给队友创造环境。在这点上，圣枪哥处理的真不错。而德赛呢，他又有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小动作，而这些小动作会创造一些变量。但你本身状态很差的时候，那反而就会给机会。比如这波塞恩，你换任何一个上路，这里都走了，暗毙了，可他不要，他就要回去和多兰拉扯，然后把自己的闪焰给打没了。结果还真把后面多兰给骗了，给女警卫了一个，确实也算立功。但问题是，德赛不是只有这一波去做这样的怪事儿，他的行为是贯穿整个 BO5 每一场比赛的。比如后面这里厄塔汉，你找不到他去看的目的是什么，队友都死完了，他就在这里硬把自己闪现给打出来。德赛创造的这些非常规变量，可能10次里面只有1次最终能赚，其他2次不亏不赚，然后剩下的7次都是亏的。亏的7次里面可能还有3次是爆亏，所以他这种风格，他非常要自身的竞技状态来弥补容错。可前2把打完 ，IG 的教练组跟选手就应该清楚，德赛的状态并不好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后续还围绕着自己的弱侧拿手法英雄，而且还是整体硬实力不如对面的情况下，那就等于是自杀呀。相反，你看多兰，他是越打越不送的。第1、2把比较糟糕，但第3、第4把都是很舒服的隐藏在团队中。其实第3把的 BP 博弈，抛开 ID 其实很精彩，但错就错在 IG 忽略了 BO5 的风向，而 T1 又最善于抓这种风向。IG 这里先选兰博和魏，那 T1 就会大概率加里奥，而 T1 一旦加里奥，我立马补小火龙做摇摆，既可以打约安娜，也可以打加里奥，这个是韩华验证过的对局。但 T1 他也不是傻子，他知道这样中路会坐牢，所以他很快就决定把加里奥摇去上路。多兰的加里奥真的打兰博打多好，我是不信的，毕竟他上一次玩加里奥还是在第1赛段。但 T1 他闻到了这个 BO5 的风向，就是你 Rookie 状态很好，所以我不能让你 Rookie 那么舒服，所以 Faker 是硬选了版本被大削的安妮去破局。安妮被削打小火龙中路还是没问题的，可以找小灶无限的提小火龙，所以就相当于把小火龙逼去下路了。那这样 IG 他就很难算，因为多兰一整年只有1把加里奥上单的数据，而安妮的强开又搭配的是列娜塔的反手，那 IG 的位也没有什么进场的空间，所以 IG 第5手选择用会去赢安妮的线，这里是放大了状态好 Rookie 的优势，但和上野就已经没什么联动可言了。在我看来呢，整个战术设计从第1秒就错了，就不该让德赛选这种有风险英雄不好混的同时呢，德赛他也不会混，那就必然导致有一些让人错愕的东西发生。而 T1 的 BP 加剧了 IG 上野生存环境的恶劣，可最让人失望的是德赛状态很差的情况下还在我行我素，送的就非常自然。虽然威的 Q 下龙坑是最为致命，但兰博整局从对线到团战都突出一个随心所欲啊，尤其是兰博怪绕，我真不知道啥意思。德赛的打法是极其依赖手法和判断的，而糟糕的地方在于这个 BO5 里德赛既没有手法也没有判断。说实话，我很难想象 S8 那个无限控制抵消的塞恩现在居然连 Q 击飞都算不好了。而第1局那波逆天被翻盘背后的根源也是德赛操作失误导致的。这里威跟轮子妈换闪已经很赚了，轮子妈没闪，团战操作空间会小很多。可德赛是怎么跟的？他这里居然选择是闪下来然后 E 过去，不是这里任何一个玩挖掘机的都应该是选择 E 过去然后找机会闪顶吧？就下意识的连招错了，就导致真的没法回头了。这不该是德赛这个 ID 该有的操作水平。当然，如果只论操作失误，肯定 IG 这边也有很多。德赛送完4个人可以走，但偏偏要回头拉扯，结果嘎啦有闪他也被弹。
包括 Miko 最后一波本来掉一路还能打，这里他有闪也没交去躲朗姆的大，但为什么德晒他影响最大？因为他的决策太快了，而一旦没有足够的操作去保障，那他就会绑架队友。而打 LCK， 尤其是 T1， 你是不能上头的，因为 T1 这几个选手操作真的太好了。就比如第3把下半区的前几波交手里，第一波这里 IG 打完1换1后，完全有机会拉开嘛。然后这里为的 Q 已经进 CD 的情况下 ，Rookie 一抬手，德晒就回头了。这里闪现一交，就意味着下波小龙兰博容错很低了。我都不是判断对不对的问题，就是没必要。这里队友都有闪，你闪现进去，队友100%被绑架呀。而这里 Carry 特别牛逼，他是抱着自己必死的想法打，他不给自己打药，而是优先赵信，这样就绝对能赢这个3v3。他要是被德晒唬了，给自己 W， 那这波团战就是 IG 赢了。而下一波小龙，德晒也是经典没闪要走脸。我知道兰博有6真的有画面，但真的不能这么打呀，尤其是自己后面大残了，正面完全不可能看的情况下，他还去多 E 一下，直接把 Owner 惹毛了，闪现杀了。只能说状态差的情况下，德晒他真的没有拎清自己的定位，导致了一个糟糕的 BO5发挥。而 T1 其实就有条不紊啊，用우프的话来讲就是。 아니 오늘 시리즈 진짜 그냥 얘들아 가만히 있자 진짜 다 해야 된다 형님들이 아이즈가 이렇게 밀어줘요 그냥 아니 가만히 있으면 아이즈가 두 손을 미는 것도 아니야 네 두 발까지 그냥 올라가세요 가세요 아니 아이즈가 진짜 다 해준다 이거 뭐예요 이거 진짜 其实 IG 很多沟通细节处理都不是很到位，也导致了游戏有很多伏笔。比如这里 IG 明明打了蓝 buff， 但 Rookie 他没有意识到要来拿，不知道是没有人叫他，还是本来就要给嘎了。反正这个蓝 buff 就是被顺走了。可西蓝刀小火龙拿蓝，我说实话纯浪费啊，也导致后面会打团蓝完全不够用。那比如第一把的 Nico 飞机，本来下路应该赢线嘛，那把 T1 下路压在塔下，结果呢 Miko 的 Q 空太多了，导致轮子妈无压力转线，而这个转线 IG 甚至都没有沟通。如果挖掘机沟通到轮子妈可能在，那他不应该越塔。可以说，当这支 IG 真正碰到世界顶级强队时，你看着差一点，实则是差很多的。而德晒就是差的最多的，不是发挥哦，而是定位。如果德晒像多兰了解多兰那样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状态，及时去转变思路，我认为输肯定还是会输的，但不会是上单维鲁斯来收支，甚至在这个状态下的 T1 有机会能逼到听战歌吧。唉，最难受的就是给你一点希望，但又抹灭了。本来吧，年初我就觉得 IG 他就是奔着4号种子去嘛，但确实没有想到这4号种子之战打的不是 DK 或者什么 KT， 而是 T1， 那就真的确实没法子了。天时地利都有，但没有人呐。当然输其实是方方面面的，虽然我说了很多德晒，但输肯定不仅仅是德晒一个人的问题，只是他的发挥太低于预期了。这怎么说呢 ？Miko 打不过 Carry 啊，包括 Nico 熟练度略有不足，这点是不是 LPL 时期我们看他就能想得到？而 Rookie 发挥超预期，威他有好的发挥，但送的也确实大。而 Gala 整体还行的情况下，真的只有德晒他是变态的过于突出，人家是稳定或者有点坑，而德晒是稳定坑。而在这种状态下，家人们谁懂啊？最后让我看到维鲁斯那一刻的救赎感。还是之前那个观点嘛，德晒他不是变成这样，也不是说打成这样，而是一直是这样。S9 冒爆赛，我印象有一场就是 IG 他下路血优，就是完全把对面下路打爆的那种，结果德晒还是我行我素，就一直在节奏，然后把游戏给带输了。就怎么说呢？可能改变真的很难对于选手来说，但德晒的操作无法匹配理解和他的习惯时，队伍又该如何和他磨合呢？何况全局 BP， 虽然不太可能把 C， 但你是真的有可能把送的。我是真心建议啊，明年德晒如果还想继续打，那 IG 应该尝试一下回归 S8 那样，找个风格不同的上路做轮换，就像 CFO 那样嘛。因为德晒现在的操作风格真的已经很难匹配全局 BP 那么多体系了，他的失误率放在 BO5 里真的压力太大了，很多时候就是要隐身的，要少送一点。唉，可惜吧。而这一次小冲一波电的 T1。我感觉可能后面要更上一层楼了，尤其是 Faker 和 Gumayusi 已经提前进入状态了，但没关系，瑞士轮秒票还有人，希望其他队伍瑞士轮不要气馁，好吧，真的要顶住，给大伙点希望可以不？现在是从第7名到第4名都记了，前3的兄弟们，希望瑞士轮能够真的给我们一点信心，好吧？那我是袁某人，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